家好，现在我在沿河县啊。昨天晚上呢，我们就是住宿在沿河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乘坐这个船呢，然后经过乌江三峡，去到我那几户人家的山脚下，然后步行呢，才能到他们那里去探访。看一下咱们的大美沿河哈，真的是非常漂亮，云雾缭绕，对不对？青山绿水，这个峡谷之内一路风光无限好啊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下船，这个船呢继续往下游走。这个地方风光无限哈，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呢就要沿着这个崖壁爬上去到那几户人家的位置。这边以前还修有一个亭子。哇，现在咱们要从这里攀爬悬崖峭壁，怎么感觉已经没有人居住了？这个上面，这个楼梯都是杂草丛生啊。我天哪，怎么像走无人村一样的感觉？我们本来是去探访悬崖上那几户还有人居住的人家，结果我们坐船来的时候地方给下错了，妈呀，走到这个大森林里边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今天绝对是走错了，还得在这边耽误一天，然后明天再来一遍。这个地方环境好好啊，对面就是悬崖峭壁，咱们现在走的地方也算是有点点带这个悬崖峭壁的。我就佩服这里面居住的人啊，他们的祖辈祖先，他为什么会想到在这种峡谷里面来居住呢？走哪里都走不出去。他这个地方的话，随便走哪里的话都是很难走出去的呀。哎呀，到这个峡谷底部了，这里的环境好好啊，朋友们看看，上面都是高山、崖壁，那种石头山很漂亮，云雾缭绕的。咦，这个地方不是有个房子吗？这里，过去看一下。这个河谷这么深，竟然现在没有水，可见这个去年的这个天干到什么程度啊？你看，像这种地方，如果说涨洪水的话，它两边的水会有老高了，但你看现在竟然是干的。哇，这个地方环境才是幽静啊！我的天哪，后山全部是崖壁，一个很深的峡谷进去，这里面好像是还有好多房子，但是已经是这个无人村了。这个房子修的位置，大家来感受一下，是不是很漂亮？环境特别好，然后它这个房子的后面全是很高的这个悬崖峭壁啊。这一栋房子它正好就是修建在这个崖壁的底端。大家看看这个地方的环境啊，这里面是很深的一道峡谷，然后这边也是高山，它的这个对面也是高山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一座石山，然后这里就是像开的一个天门一样，很美啊。这里一座山，这个下边呢是乌江啊。从乌江走进来，我们刚刚大概是走了，到现在为止大概是走了40多分钟，然后就走进来看到这个悬崖下边这一栋房子。我们走下面去稍微的看一下哈，这地方太漂亮了，感觉这一户人家都是大户人家呀。他还做了这个吊脚楼厢房，然后下面的话有这么高的这个石柱给它撑起来的。这个下方的话可能是以前养一点牛啊什么的，养牛的这种。这个石坎呢砌了这么高，我感觉以前的人真是有闲工夫吧。他这边这几间的话，他是养猪养牛的，好像有4、5间的这个猪牛圈。然后人呢，他是住在这里的。他这个房子建的非常的奇特啊，它是横着建的，它不是靠山而建，它是这样竖过来建的。那么人是住在这边这个房子里面，它这儿有一个吊脚楼啊。如果说咱们空余时间，可能就在这个吊脚楼这里搭一个台子，然后在这里品茶，是不是特别享受的一种生活？看到这个山峦叠翠啊，云雾缭绕的这种如人间仙境一般的这种环境，
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来这个亲近一下呢？我们看到这个房屋这里啊，还有放鞭炮的这个痕迹啊，这个鞭炮感觉可能就是最近1年还是说今年放的，或许是主人回来在这个地方热闹一下啊。然后这是正山间的一个房子，但是它这个房子修建呢，它不是这样顺山建的，而是这样侧着建的。这边是大门，对吧？3间房建在这里，然后外面呢还有一个吊脚楼。下边可能我猜测以前可能是喂牛的，然后这个上边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个茶亭，对不对？闲暇之余在这个地方啊，可以泡点茶，是不是特别幽静？主要是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环境啊，真的是特别适合清秀的好地方。我们这个房屋的后山都是连绵不绝的这种高山，还有崖壁，对吧？然后前方呢是一个大峡谷啊，从这里一直走出去。就是刚才我们来的地方，大概是走40分钟左右就到这里，那么就可以到乌江，然后就可以坐船到别的地方去。然后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侧面，这边像开的一道山门一样，是不是非常漂亮？上面像一个石头人，很美。然后它的房子的正前方呢，这里有一大片的平地，再进去呢就是很深的一个峡谷，里面也是没有人居住的，相当于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无人村，基本上是没有人踏足。因为你步行都来不了这个地方啊，你必须是通过这个乌江坐船，对吧？到我们坐船坐到我们下船的那个地方呢，才能走路上来。就是通过别的地方，任何地方你都来不了这里，因为左边、右边都是高高的这个崖壁，包括这个峡谷底端的那边呢，也是高山这个崖壁，所以说它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地方来，只有通过江边坐船才能到这里。所以大家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像一个世外桃源？这个主人家就不应该走啊，就应该在这里清修，对吧？而且交通，说到交通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啊，走个40分钟就可以坐船的话，我觉得还行。走到这里你都不想离开，特别是喜欢清静的人，这个地方太漂亮了，真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啊，建房子的这个一圈啊，全部是这个高的石坎。那为什么要做这个石坎呢？因为他独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大山里呢，有很多的这个野兽啊，各种各样的东西呢可能会来骚扰，所以呢他建一个坎呢就会更加安全一点。他的房子后方是悬崖峭壁，房子的前面的这个半包围呢又是很高的这个石坎，所以说一般的这种动物呢它就上不去，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？所以你看为什么他不把房子建在这个平缓的地方，而是在这个地方筑了石坎，然后再把房子建在上面，它就是这个道理哈。为了防止山里面的一些野兽啊啥的。今天呢，本来是要探访另外几户人家的，结果咱们坐船坐超过了，所以来到了这个峡谷。那么在这个峡谷呢，也有意外收获啊，发现了这么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，而且那个房子呢，我看着还行，真的这个地方我是特别喜欢的。咱们要到这里来呢，必须是通过江上坐船才能到这里。那所以说，它就是一个特别清静、幽静的一个地方，没有任何人会来打扰你。那坐船的人他也不可能到里面来找你。从这个咱们下船的地方来到这个房子的位置，大概就是走40分钟。我跟你们说句内心话哈，如果说等我老了，我真的是希望我有这么一片地方，在这里悠闲的去回顾自己的人生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每天在这里，在这个吊脚楼上喝茶，观观景。假如说我们要出去呢，就步行下去，坐船呢也是能够到县城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，我们马上要赶到江边去，因为呢要等下一班船过来。如果说我们错过了12点多的那班船，我们就要露宿荒野了，所以不能错过那个时间。咱们这个下期再见吧。明天呢，我们继续坐这个船过来，去探访那几户我们想去探访的人家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个关注。这里有一个小窗户哦，这里怎么有个棺材？大家好，现在我在湖南湘西的深山里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啊？它其实是一个干枯的水库，下面有很多的裂纹，但是看起来确实很漂亮。今天到这里来干什么呢？我们要到这个水库的尽头步行上去，听说上面有一个无人村啊，咱们去探秘一下。
咱们现在就顺着这个干枯的水库一直往里面走。去年的这个天气干旱真的是百年难遇啊！看看这个水库，它的水都已经淹到上面那个位置去了，但是现在竟然干枯了，真的是难得一见的这种干旱。你还别说啊，这个水库干了之后，这些裸露出来的石头啊，包括这个库底的这些不规则的这些缝隙啊，看起来还是别有一番的美的。行走在这个大山里啊，感受一下自然的风光，听听溪水的声音，整个人心情都变得非常的舒畅啊。哎呦！这个水库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大啊！我们走了一段山路之后，才下到水库底，然后才往这里走进来。这里进去还有很远，看一下这个山里的泉水，好清澈呀！这个地方啊，真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啊，太漂亮了！清澈的小河流，然后周围高耸的大山，有这么一片非常漂亮的农田地啊。你说在这里不愁吃不愁穿，对吧？过着这种隐士般的生活。看看这个非常漂亮的河床，一阶一阶的这个石头啊，哇，好原生态啊，好舒服啊！哇哇哇！已经看到村庄了，看到没有？好漂亮！就在这个深山的峡谷底部，好美的一个村庄啊！加上这条河流，加上周边的山，哇，这个地方真的是绝美啊！看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崖壁小道啊，也是以前这里面的村民出山的时候必经之路。当时开凿这条崖壁小道呢，应该也费了不少心思啊，都是在这个崖壁上打出来的。大家看这个进村的路，它这个地方有一面墙给拦住的，可能是很久以前，对吧？为了抵御野兽，包括土匪，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修筑了这个南墙。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之漂亮啊！我可以说它是最美的无人村吧，就在河边，对不对？村口还有一座古老的石拱桥。我们看这个村的后山，这边也是悬崖峭壁，然后他们这边过来，这边也是悬崖峭壁。也就是这个村庄的人，他要出山的话，他只有往这个河流的下游这边走，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筑了一道拦墙。也许当年呢，是为了抵御外敌、防野兽的这么一种手段哈。这个村庄真的是太漂亮了。我们现在就进村去探访一下，太美了，这个真的是太美了，这个村庄。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无人村了哈，我带大家进去看一下。这个地方环境真的非常漂亮哈。一进村之后呢，它这个房子呢都是这样的石头砌的。走到这里呢，我们会发现这里它是石墙啊，这个石墙就有些年代了，最少是超过100年的房子才会用这个土墙，刚才说错了。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已经非常陈旧了，也就是说证明这个地方的村民已经搬出去很久了。哇，村庄边上就有一股水，然后村的那边呢也有一股水流出来，非常的漂亮。我们看到这边这个房子呢，它里面是一些
木材，这边是一些木材，这边呢是那种规则的这种石头啊，像这个砌房子的这个石头的话，都是用蘸纸来打过的。那这道门好像是还是竹竿是吧？这也太水了有点。然后这里呢有一个黄桶，这个桶呢通常来说都是拿来装粮食啊，或者有时候会装水的。然后我们走这个村子里面去看一下，这边这个土墙房子，这里面我们看一下，哇，这边有好多的农具啊，那边那个呢就是装粮食的粮仓，对吧？然后有很多横七竖八的树木，这里有一个半斗，那边那个是什么？反正杂乱无章的好多东西。这里有一个小窗户，哦，这里怎么有个棺材？吓我一跳！他们这个汶村的房子里面怎么还放着棺材呀？哇，搞得我心里颤一下。你看这个棺材，鞋子放在那个上方，我的天哪，它是不落地的，鞋子放着的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懂。哦呦，真的把我吓一跳，朋友们。因为这个，你们知道我现在是在湖南湘西的这个大山里啊。湖南湘西是不是在电影上大家经常看到什么赶尸什么的？我天，真的是吓我一跳啊！这里有个棺材在这里。哎呦，刚看到这个棺材真的是吓我一跳。我们再到别的地方看看吧。我们来到这个房子看看啊。哎呦，这里面看的都是心有余悸啊，蒋老师的。这一家也有点奇怪啊，这户人家这个门口放了一口缸在这里，放这个缸什么意思啊？我都绕着它这点走。哎呦，真的挺吓人的。这边呢，看一下这边呢。哦，这里是一个厨房，这个厨房都已经毁坏掉了，因为以前这个厨房都是放在房间里面的嘛，包括现在我们农村还有很多地方的厨房呢，它都是直接建到这个住房里面的。当然有人很多人就好奇了，那你在城市里面住，它也是建在里面的，不一样哈，还是有区别的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刚才看到那个棺材，搞得我现在还有心有余悸。这里也是一个半斗。这个半斗就是装粮食的。你们也知道，刚刚我们从外面进来的时候呢，外面是一个大田坝，也就是这个大田坝呢，它都是种的稻谷哈，以前都是种的稻谷，所以说他们这里应该是每家每户都有那个半斗。这里还有一个喂猪的一个食猪草啊，这个猪草现在放到城市里面可能都要值个几百块钱吧。这看去到处荒凉一片啊。这边呢也都是这种石墙加木结构的这种房屋啊。进来这里看一下这个院子里面，哎呦，我得看着，这里也放一个缸，那怎么这么奇怪？这个缸呢又是盖住的，这个缸又是盖住的。刚刚我看到那个缸呢又是敞开的，啊，这个桌上还放了好多的这个碗，这几个意思啊？这好乱呐！哎呦，走那边去看一下。走这边过来，后面还有2户人家。我们看到这里有围墙，大家知道吗？在大山里面，这个边上都要做围墙。就是刚才我跟你们说的，它有2个用途吧，一个用途可能是防匪，另外一个用途呢可能是防野兽。这边呢还有远古时代的一些土墙房啊，这个土墙房呢距离现在最少是几百年。他们这个因为是住在深山峡谷啊，都是悬崖峭壁，那么你看它的房子的建造结构啊都是不一样的。下面都是用石头，对吧？上面才用土墙，它就是为了结实，更结实一点，更安全一点。而且每一家每户的这个房子，它都有筑了很高的这个石墙。哇，这边都好多楼上拆下来的这个木料啊。我们接着往这边走一下。哦呦，这里有一道小门，这个是猪圈、牛圈还是干嘛的？看一下。哎呦，这边这一片房子都倒掉了。这里有一道门啊，这个大门都已经倒了一扇了，看看里面有啥没有。
都是些横七竖八的东西啊，杂乱无章的东西。这楼上也有一个缸，在那里侧放着啊。今天真的是神奇了，看到3个这样的缸，这里放在楼上侧着，有一家呢是放在门口盖着，有一家呢又是仰着的，这怎么这么神奇？那缸有什么作用啊？每家每户都有。这里又有一道门进去，进去呢又是这个石墙。在无人村闲逛真的是要胆子大哈！我注意看了一下，它这里的房屋的结构啊，它全部是这种石墙，而且每家每户它其实它们相互之间是可以进行相通的啊，它不是完全隔离开的。所以这个也就是山里面人的智慧啊，他们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呢，来去抵御外敌、抵御匪患啊。这边呢就是我最后能够找到大门的一户人家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一家人这里有没有缸子啊？刚才那几户都有缸子。这边看一下，哇，这里堆了好多木料。你看以前的这些桌子啊，特别古老的这种桌子，最少都是上百年了。哇，墙上还贴了2个美女，那是50、60年代的美女吧？大家看得清楚吧？漂不漂亮？那边就是房主的这个卧室啊。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，哇，这个门板也是到处扔。哎呦，果然这家也有缸子，果然这家也有缸子，看到没有？缸子在那里，但是这个缸子又是被打破的。我天哪，今天真的神奇了！这个村子我看到这种景象，你看那缸子是不是打破的？然后这个是灶台，这个是煮饭吃的。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哎呦，不能在这里待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这个村庄呢，确实是非常的漂亮，但是呢，一个人呢，真的是不建议来这个村庄啊。刚刚你们也看到了，我进去呢，又看到了棺材，对不对？又看到了4口特别奇怪的缸，每个缸的这个造型都不一样啊。一个人呢，胆子小呢，我觉得还是不要来啊。有人多的3、5个人成群结伴了，大家可以在这里来采风。我在想，这个村庄为什么会变成无人村呢？环境又这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猜测呢，可能是这个地方确实是交通不便啊。我刚刚从这个水库的那个口子那里走进来呢，走到这个村庄呢，应该是走了差不多1个小时多一点。那么这个村庄的整个周围的这个山啊，全是这个崖壁，他们也没办法走。也因为下游修水库啊，他们这个村庄的公路已经没有办法再修进来了，所以说是不得已的情况下呢，整个村庄的人才帮你留下了这么一个无人村在这里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无人村之旅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个关注。阿泰继续带大家探秘大山之谜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在铜仁松桃孟溪镇的八毛村，在大山上啊，这里有一个差不多快废弃的古村落。我看了一下，好多房子都没人居住。这个地方山清水秀，鸟语花香哈。我带大家到里面去逛一逛。我们的车子呢是从山下开上来的哈，这个地方的海拔相对较高啊，在山上，但是环境非常漂亮。车子开到这里呢，就是尽头路。就到这个村口，然后这里呢就是村庄，好多的木房子。这个村庄就住在靠这边山的位置哈，这后面就没有任何路可以通到别的地方了，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一个村庄哈，古村落哈。像这些房子好像大部分都没有人居住，带大家进去呢逛一逛。这一栋房子已经没有人居住了，咱们来看一下这边是不是以前养猪养牛的坑啊，但也是废弃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一栋房子啊，是没有人居住的。它这个院坝呢也是非常的宽。这个中堂的房屋呢堆了好多的木材。大家知道他们这边好像是这个中堂是不用装这个木板的。我们遵义那边呢会装一下这个木板。
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古村落，这些路道现在也基本上没人走啊。这上面这一栋房子呢，也是荒废的木房。哇，大多数人都已经不在这里了，好可惜啊！这么多的房子都是荒废的，这很古老啊，这个房子最少是上百年的。我们看这个木板，对吧？挺大的一个房子，哇，这样的房子是真的舒服啊！主要是在这个山上啊，视野非常开阔，环境又好，这个地方真的是空气清新啊，养生养老的好地方。比较好的一点是，它这个地方公路已经通了啊。这边是一个以前喂猪的一个猪圈，像那个不知道朋友们知不知道啊？那个是粮仓啊，就是以前放粮食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半斗，他们这儿呢也是有这个水稻，种水稻的。上边那两个房子也是烂了，这边一片破旧的房子，然后这个下方1栋、2栋、3栋、4栋，有4、5栋的这个木房子。我这里走过去还有好大一片，都是没人居住的。这里是一个3合院的一个房子吧？你看这里啊，这个房子比较牛啊，这里是一个大3合院的一个房子，这边两边的厢房，然后这里的是正房子啊。这些房子都是成为古董了，都没有人居住。有没有人来这个地方住啊？我感觉都可以免费居住。这边有好多的木材放在这个筐里面。这个是最边上的一栋房子，这栋房子我感觉好新啊，这栋房子都好像是刚建好没多久，然后就搬家了，对吧？就不在这里居住了。看一下，好新，然后也是没有人居住的。但是这里房屋就比较好，它是建好之后就没怎么住吧。你看他们这边的房子在2层楼上，它都有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，所以它建的这个是2层的，就上面层可以使用。这个房子也比较大，它是建的几间，3间啊，正3间大的，再加一个偏房。这里呢就是这个村里面哈，这栋房子呢就是这个村里面最靠近山的一栋房子，它在这里可以俯瞰到下面的村庄，然后看到群山环绕。这里面就是大山了，这里进去就大山了，就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所以这个地方你们喜不喜欢呢？走，吃饭没了，老娘？吃了，恁个早啊？哈，没住哪还早？香火啊！嗯，你香火？哦，上火到也不冷。在整了？耍呀！你们住在这花毛村哈？啊。花毛村啷个住啊？徐家坡。徐家坡哈。嗯。你们这个村还可以哦，环境好哦。可以，是那山坡上。山坡上哈。到处都荒了，不得去了。到处都荒嘞。哦。那马路都修通了吧？修通了，他这让我在山不说没得了，田也搬不出来了。以前都是种田的噻。全部找种都是田。都是田哈。这屋全部在都是的是。哦，你们这边是少数民族吗？是汉族吗？我们这边是汉族。哦，你们这边是汉族，还比较少的松桃哈。嗯，他们不是都是少数民族，大多数是哈。真的是嘛。啊。现在的话有几家人在这里啊？30家，这老人家身体不好，但你这都出去没得去生活，或者搬个车在往里头。就是以前是30-40家，现在只有3-4家人。哦，就几个老人家。住不得了。那这些房子全部是空的啊？哦，空了，有些快没了。哇，这个村子啊，现在
几乎是没什么人居住了。刚刚那个老人家说了，这里总的以前有30-40户吧，然后现在是只有4-5家的老人在家里，年轻人都是在外面的，全是木房子啊，你看不到任何的砖瓦结构的房子。有很多朋友不是跟我说想找个地方避暑吗？想找个地方清静吗？这里可以啊，你们可以来找这些空置的房子的主人家谈一谈哈。你看我说着说着，我身后这个房子就相当不错啊，一进村的村口就是这个房子，对吧？也是没有人住的。包括刚刚我第一家看到的那个房子也很好，然后那边村尾那里那个房子也很好。就是这里我看了一下，它现在荒废的这个房子应该有10来栋，虽然说有几十户，但是有一些呢它是搬迁的名额，所以房子就拆掉了。我们可以从空中镜头来看呢，这个村庄的资源呢其实挺好的。你看这一片山，他们以前全部是梯田，村里面以前有100多人的话，也是不愁吃不愁穿的，所以资源很好。只是这个城镇化的进程呢，驱使年轻人呢都往外去务工了，所以就废弃了这么一大片的木房，对吧？如果说你喜欢这种大山里面的生活啊，想找一个地方避暑养老的话，这儿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，因为它的公路呢也是通到了村口啊，交通也是比较便利的，想要去到镇上去到县里都是很方便的啊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又要带大家来探秘大山了。刚刚在这下面这个村庄啊，有村民告诉我，还有2位老人呢独居在我身后这座大山的后面，从这个地方走路上去呢可能要走个把小时。这里呢也是几十户啊，但是现在也是只有4-5户人在家。我们要去探访那2位老人家呢，是需要从眼前的这条小道穿过这个山，然后再翻过去，要走个把小时的一个时间。我们现在就慢慢的往前走啊。据下面的村民讲啊，以前这个山里面也还住着10几户人家，只是现在呢全部都离开了，就只有2位老人留守。这个山里的植被啊还挺茂盛的，都是这种沙树，成片成片的沙树。如果这些沙树可以卖的话，也可以卖不少钱哦。看一下，整个山上全是这种笔直的沙树。沙树呢是可以拿来做这个各种各样的家具的啊，因为这种木材硬度比较好，然后它的树呢长得也比较直，所以说很多家具呢都可以用这个沙树来做啊。包括我们农村建的房子啊，也都是主要要用沙树。你们说古代的人咋想的？非要跑到这种深山老林里面来居住呢？特别是咱们贵州啊，好多人都是居住在深山老林。空气好，风景好，但是随之带来的呢是生活不方便，去赶个集要走几个小时，特别是小孩子上学呀，那真的叫一个累啊。因为我们也是住在山里面的嘛，我以前上中学的时候要走4-5个小时，你们平原地方的人很难想象。周5的时候放学了，走到家里多少时间呢？是晚上9点钟、10点钟左右。家里面的大人也比较担心，一直在家里等着。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会遇到狂风暴雨、山洪等等啊，别提了。所以说你看我现在一个人置身在这种大山里面走，有很多人问我怕不怕，我怕什么呀？这里呢就到山梁上了，在这个山梁上歇一歇。我感觉居住在这里面的人啊，他们出山进山的时候，有可能每次都会在这棵大树下休息一下。我也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喝一点这个咱们贵州的特产赤泥原液啊，补充一下能量。它天然维生素的含量是800毫克，然后天然 SOD 是53000U。我们补 VC 呢，一个成年人的话，
大概需要100毫克的这个 VC 就够了，而这个呢，一瓶有400毫克，所以说喝一瓶呢，就够我们一天的这个 VC 摄入量了。我每次在山里走累了之后，我都会喝一瓶咱们的这个刺梨原液哈。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VC 和 SOD 对人体的作用，那是相当的厉害啊。看这边就是从山下拉上来的电线，这里呢已经到了他们种的这个土地了。哇，今年这2个老人家是不是还要打算好好的多种一点地呀？看一下，这里是刚拦起来的，这一块地上的草也是刚砍的，难道他们还想在家里面好好的种一下地吗？哇，已经到了，这里有一个房子了，我们看到这边种了一些菜，应该就是还留守在这里的2位老人家种的，边上呢全部都用这个木柴还有这个竹叶枝给拦起来的，可能是为了拦野猪，还是养的有鸡什么的。哇，这个地方视野也是非常的开阔，看一下对面那都是高山呀，然后这里这些房子呢，它就是建在这个坡上的，而这个坡呢，它也是缓坡啊，不是特别陡的那种。到底他们住的哪一个房子啊？是不是那个比较像？这个好像不太像，先走那个，好吧？好勤劳的2个老人家呀，这些地都翻出来了，还有上面也种有一些地，他们真的是挺勤劳的哟。以前这里住有10几户啊，现在就看到这几栋木房子，原因是有一些人家他搬迁了之后呢，他就把房子拆掉了，就是那种扶贫搬迁的嘛。如果不是扶贫搬迁的呢，就没有拆房子啊。这里就是4栋房子，这里1栋，这里1栋，上面那儿1栋，这个地方1栋，估计2个老人家是住在这里的。你们看这里写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字，这就证明了咱们山里人啊是非常淳朴的。你有外人来，你不认识，你也可以进他的屋。看到没有写的字，请开门进屋，要关上，看到吧？他对陌生人他是一个欢迎的态度，你可以开门到他家里坐，但是坐了走了之后呢，你把门给他关上。你看，这就是咱们大山里面的人的一个淳朴。2个老人家应该是住在这里的，这里看到外面有一个水缸，有一个水桶，门口呢还挂了一些风筒，它的2边都用这个木材给拦起来的。看一下这边也有一个南门，这边也有。有人在家没有？有人在家没有？门是锁着的。哎，这2个老人家不是在这上面的吗？有人在家没有？有没有人在家呀？我到这里之后喊了半天，没有人应答。这2个老人家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房间里好像也没人，有人的话我这么大声他肯定知道啊。是出去干活去了呢，还是说已经出山了？我天，这个今天来的这个不凑巧啊！飞无人机逛了一圈了，地上搜寻了一下，也没有看到有人的踪迹。哎呀，这2天出门运气不是很好啊！明明人家都住在上面，我们来的时候人家又不在了。带大家看一下房子吧，没准等一下又有可能碰得到呢。这一个房子是一个正房子啊，有一个偏房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地基的，只是这个房子呢，那个搬走掉了。也有人在家吗？我刚刚怎么听到有开门的声音呢？有人在家没得？有人在家没得？
咦，不要笑我，我都听到有声音了。有人在家没得？我明明听到开门关门的，怎么没有人应声呢？有没有人在家呀？苏人家，我宁愿相信那个房间里面有人，但是他为什么不见我们？我现在脑壳是懵的。我刚到那里，就听着关门的声音，然后接着是听到脚踩那个木板的声音。有可能是他不想见我们吧，还是有别的原因呢？朋友们，你们不要吓我，我真的有点怕了。现在我要走了。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思南县，在县城边凤凰村的大山悬崖上，我们看到了特别惊奇的一幕：悬崖上发现一栋特别显眼的绿色房子，镶嵌在崖壁之间。非常的险峻，房屋面朝悬崖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。谁会把房子修在这么高的地方呢？上面会有人居住吗？我们上去一探究竟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崖壁的下方，目前整个崖壁呢是被这个浓雾笼罩啊。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呢，从这个地方步行上去应该是要走1个多小时。我们慢慢走上去吧，应该到时候雾就会散去了。看一下这个云雾已经会开始慢慢的散开，这个房子应该就在这边的崖壁上啊，还要走好一会儿哦，好一会儿，可能还要走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吧。今天比较遗憾的是有雾啊，目前来说还看不到周围的环境啊，要不然的话，这边整个周围的环境是非常之漂亮的。真的是登高望远哈！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崖壁角这里啊，看到这里一大片的平地，这边呢就是凤凰村啊。车子可以开到那个地方，也可以开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步行呢上来就可以到达这个悬崖上。这边就是房子所在的崖壁。我们现在要走哪里吗？这个崖壁缝这里上去，然后从我头顶上这里，应该有一个步行小道过去。这个陡不陡？哇，我们现在是在2个崖壁之间穿行，非常的险峻。来看一下这里，很狭窄的一个通道，而且是笔直的向上攀爬。因为今天在下毛毛雨啊，路面也比较湿滑。看一下，就从这个巷道上去，然后从这边步行到崖壁的中间。哎呦，又把我整摔一下啊！看一下这个路啊，真的是非常的险峻啊！哇，太累了，从这个悬崖下爬上来，现在是满身汗。到了这个三岔口啊，往这边这里过来呢，就已经到了这个山门的位置了。从这个门过去呢，就不远了。这个门应该是后来修的啊。哇，这里就是一条崖壁小道，从这里过来。走到这里之后，我们就要特别当心了啊，因为下边都是这个万丈悬崖，对不对？幸好呢有这些树，还有就是今天呢，因为是大雾的笼罩啊，所以我们看不到下面的一些场景，可能这个感觉走起来的感觉呢就没有那么害怕一点。这边过去应该不远，就是那个房子的位置。
哇哇哇，已经看到房子了。这个房子修建的位置也太神奇了吧！我们看一下上方的悬崖，它实际上是往外面的，也就是它这个房子修建的位置是一个内凹的一个位置啊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些石头上还画了好多字。走到这里之后呢，看到这里有一大堆的这个废木料，有可能啊，以前这里这一片都是这个木料撑起来的，只是现在呢，好像拆了一半了，对吧？大概是这样子的。哇，来看到这个边上这个石头啊，就放在这个崖壁边上啊，有点这种摇摇欲坠的感觉，可能脚好像稍微动一下，它就可能下去啊。我们走到这里呢，其实这是一个寺院哈，它不是住人的。这个中间这里啊，放了很大的一个石头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头。哇，这里还凿有一个孔，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咱也不知道啊。这边也有一个孔，这里呢是这么一个像一个令牌的这个印记的感觉，这个可能有一些解释吧，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。我的这个右侧呢，因为是一些佛像啊，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这个拍到啊。大概就跟大家看一下这里的一个险峻的环境啊。今天呢，因为是大雾啊，直到现在这个雾还没拆开，像这些地方就非常非常的险峻。然后你看这些石头，它都是靠在这个边上的。仿佛我们稍微动一下就可以掉下去。当然，如果没有这个石头挡住呢，其实你是不太敢走这么边的。我们总感觉它是可以替我们挡一下的，是吧？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房子啊。我们现在看这个崖壁，这个崖壁呢，它是一个内凹型的一个崖壁啊。这里呢也有一堆木材，然后我们刚才过来的那个地方也有一堆木材。这两堆木材呢，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地方拆下来的。也就是以前这个房子呢，它可能很长哈，从那边开始一直到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，都是这个房子。只是后来呢，可能拆掉了一部分。或许在远古时代的时候，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人居住过，因为他们要在这里守这个寺庙嘛，对吧？那么我们目测发现这个崖壁呢，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这样子，可能是人工后来开凿过来的。可以看到崖壁上还有很多的一些缝隙，包括这些石头呢，也是人工开凿过来的。哇，这个也是浩大的一个工程啊，因为这个房子已经建了几百年了，对吧？那以前的话是没有任何的一些机械的设备啊，都是手工开凿过来的。能够从这个地方做这么宽的一个通道过来，还在这里建了房子，你可想而知这个要多大的一个工程量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险峻。这里是200多米高的一个崖壁，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也不得不佩服啊人类的巧夺天工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在重庆武隆白马镇的大山里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天坑。更加神奇的是，这个天坑底部呢，还有几户人家居住。里面是不通公路的，公路只能通到天坑口，要下去呢需要步行。这里边几户人家呢，过着那种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哈，仿佛就像世外桃源一般。我们下去探访一下。这个公路呢是通到天坑口，那么我们要下天坑呢，是从这里有一个步行小道走下去啊。
进入天坑的这个小道呢是有水泥硬化过的。这个天坑啊，我觉得可能比这个云南武德的那个天坑呢更加的宜居一点，因为这个天坑它是处于这个山上的位置，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天坑呢，可能环境啊和这个宜居的程度会更好一些。我们来到这个天坑的半腰了，就可以看到这下边几户人家，看到没有？那个地方有几栋的房子，而且天坑底部那儿呢还有一个洞穴，还有我们看看他们的那个土地，哇，全部是一条条的这个石坎给它垒好的，所以看起来非常的规整啊。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几户人家呢，特别注重这个土地的维护啊。你看。这个天坑呢，其实也不小，看这么多的土地，我目测应该有100多亩的这个面积啊，就是天坑内部有100多亩的面积。这个地方住有2户人家，这个地方应该是2户，或者说甚至3户。水源也非常的充分啊，这地方还种了很多的这个大葱，特别是这一片土地，我看着特别喜欢啊。也有可能是他们把这个土地规整的比较好的缘故，是吧？看起来就像这种梯田一样的土地，非常非常的舒服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住在这个天坑底啊，很少与外界的人有纠纷。为啥呀？它这个边界感非常的清晰啊。天坑底就是这几户人家的。我们从那个口子下来，这儿比较容易走，大概是10分钟就能走下来啊。所以来这儿还挺轻松的。这白菜的边叶上都看到好多的这个虫孔，不打任何的农药。住在这个原生态的地方，吃着原生态的这个菜，对吧？耶，大哥。啊？你在哪来的？在外地外面来的。吃饭没到？哦，谢。带煮炒哈。哦。你们这儿住的有几家人啊？我们这就是我们3家，那边有2家，5家人。这个里面住5家人。哦。搬到了上去，原来10几家人。原来这里面有10几家人。原来10几家人。你那个3栋是通的吗？它不通，就是一个娃娃。就是一个坑哈。就是一个坑。水呀，它不消下去啊？那没得水的。这里面没得水的啊？这没得水了，它干了的。万一涨洪水啊，这里面遭挨到。都没得好大水。没得好大个水的。没得好大水。你们在这里面住了好多年的？其实那个中间的我是住好多年，我们家爷爷都是93岁才死，他都说的从他晓得以来，都从他晓得哈，他背了都是以前从东门那些的哈，我们都晓得吧，他背了他们父亲啊或者那些都得了黄都是的，可能几百年了。都是对几百年的，那都是不晓得哪辈人得了住，都不晓得哪辈人在这住。对，那都是不晓得。他是啷个原因在这里来住的，不晓得。他不是没谈，还不是不晓得，还是他说的是以前哈，从过去来讲呢，他们说的都是说的像江西奇迹哇，那个搬到那边来的。江西奇迹就到这儿来的。都在那边来的。哦，你们这里面贵姓啊？我们那儿是姓张。姓张，都是姓张吗？都是姓张。那就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嘛。有那种他是古河嘛的，那都是那边也是姓张。哦。我看你这个房子都是用水泥来搞的啊，都是从上面北极下来搞的啊。都是拆那个把那个背下来。咦，修个房子都不容易哈。这不容易啊，把我2个都是住在这地方哈，都是用的这样的哦。都搞1年当员工。都搞1年。搞1年哈，但你一天7份钟，假设是背沙呀，或背那些砖块呀，背接下来沙和石头背下来的。整整住1年，干我2个都不搞那个。就搞这2间房子住1年。都跟那2间搞1年多。
你都有时候出去干活儿是吧？像有时间了，有时到几天。到白马镇去干。如果到处求过，那还没有去住几天，那不还没有点远去住屋头。白马镇干活儿花钱挺啊？白马那些像你从住电梯来了，小100多块钱啊，要100多块钱天哈。这几户人家呢，在这里面居住其实已经超过200年了。因为刚刚那个张大哥说了，他爷爷93岁才过世，然后他爷爷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天坑里面来的。我估计他们天坑里面这几户人家呢，是整个这一片区域最早的人家了。大家知道啊，几百年前呢，这个兵荒马乱的，可能他们来的时候呢，就找到了这个天坑呢，作为一个庇护所。可能他们的祖先也没有想到啊，在这个地方一居住就是几百年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阿泰是来到了重庆丰都的大山里，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崖壁底下，发现有一户人家居住在山洞之中，方圆几公里呢都没有人烟。这户人家怎么会想到在这里居住安家，并且呢把房子建在山洞之中呢？怀着诸多的好奇心啊，大家跟我一起进洞去探访一下主人家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一户人家所居住的大峡谷。我呢其实也是从那边开车过来哦，然后呢路过这里的时候呢，晃眼之间看到那个地方有一户人家。这个路往前去的那个地方还有一段的盘山公路啊，它这里呢是有这么一条公路径直的通向他居住的地方。还好啊，它这个地方已经通公路了。这个地方环境真的非常漂亮，就在一个大峡谷之内啊。整个这个峡谷是没有任何的人居住的，只有它这里有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崖壁洞中啊。这个环境是不是非常漂亮？我们看到主人家好像是在地里挖东西，那儿呢停有2辆车，不知道是来玩耍的还是他们自己的车。我怎么感觉前面好像有人在那儿直播呀？是不是外地来这个搞直播的人？美女，你这个是在这里搞直播吗？哦，没在播啊，也是外地过来的吗？哦，咦，这小狗咬不咬人？没有，我拍视频。你们也是过来玩的是吧？哦，就住这里的吗？哦，别的地方过来的。我是来这里，我还不知道嘞。我车子开到上面看到的。我也是在外面到处玩的。外地的遵义的。你一个人在这播吗？没在播哈。哇，大家来看一下，这个房子正好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下的山洞里面。吃饭没喽，大哥？你是住这儿耍的，不是住这儿的？哦。我遵义的。你晓得吧？哦，你是住这儿的哈？哦，你们在搞啷个嘛？哇，在整木头啊？你们在整木头卖吗？那没有。哦，我看噻。哇，他们这里是在这里做这个棺木来卖的哈。搞了几个了？4个了。他这个搞来要用上油漆吗？不用上油漆啊？这搞得这么大呀？你们这边木料大呀？这个棺木挺大的。哦，你就是来帮他们搞这个。它这个上方是盘山的公路，这里呢就是一大片崖壁啊。这个崖壁的高度可能是70-80米。哇，崖壁角堆了好多的这个要烧的这个木材。它这个房子呢，实际上就是镶嵌在这一片崖壁的一个山洞口啊。
我们可以看到房子的上方呢都熏得黑黑的，那个呢因为长期在房间里进火焰煮饭嘛，所以就正常熏的那个黑黑的火焰。然后这边这个半崖这里啊挂了两三排的这个玉米啊，就挂在那个半崖上，还做了一个栏杆啊，这胆子小的还真的不敢上去啊。它这个木房子呢建的是2层啊，上面一层住人，下面一层应该是堆一些东西。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大峡谷啊，我们看到这里是不是要开发旅游啊？咱也不知道。它这个下方的还做了一个沟，然后这里呢就他们这个大叔和这个阿姨他们2个人在家里啊。是贵姓的？我姓罗啊。姓罗。嗯。你好大年纪的？要满60岁了。要满60岁了啊。你们住在这个山洞里面好多年了？100多年了。100多年了。现在等于就是你和阿姨在家里面。哦，就在这瓦屯儿种点鱼，种点苞谷哈。种点苞谷。你咋了？你听得出来我说话噻？听得出来吧？听不出来。我遵义的。遵义了。跟说话跟重庆有点像是吧？是。有点。遵义都挨到重庆的了嘛？在这里都住了100多年了，住了好多代人了呀？他30代人了。30代哈。是你们祖祖的时候搬进来的吗？我们爷爷辈搬进来的。那你这个房子是你建的吗？是他们建的嘛？他们建的。他们建的。当时他们啷个会想到起在这儿来住啊？晓得了，我也找不到。你也找不到的。我们那时候小啊，我们爷爷那时候走了，住的时候没生长我们了。哦，你们爷爷过世的时候，你都还没出生？没有。那确实搞不清楚。住在个洞里面是不是冬暖夏凉？是啊。站在这儿都一个风都比较大。那是凉快哦。你们那个房子还是建的2层哈？层数在30层的。建的30层。那建的有点大，正好把个洞口全部给它堵起哈。是。住在里面倒是要得。那是人生穷了没办法，只有做爱情。其实以前的人，以前他们应该是多啷个才跑到这儿。是，对吧？对头。因为以前是乱世了嘛。你不找个好点的地方躲起的话，有可能生命都成困难。那是。等你在这儿涨水的时候了，这个下边的这个水沟都比较满哈。水大吧？人家满不下，有半河沟。有半河沟。那现在就是你们2个人在家，小孩呢？他们去读书去了。小孩读书？在读大学了？小学。小学？有的有出去打工去了。那你家小孩好多个？我们一家6口人了。4个小孩？有鱼儿嘛，鱼媳吧，他有2个娃儿啊。女儿女婿？2个娃儿？等于你就是一个女儿是吧？哦。过年去转那边？转来的。也转来哈。过年在家里面过年了嘛？平时的话都在城头。在丰都吗？是啊。你出去过没得？没出去过的个。没出门过。都是在家里面。你像你这点就在你住在这儿呢，种包括这些会不会有野猪啊？小？人家没得。现在没得哈。没得野猪。大叔在这里干活啊，我跟他聊了一会儿，大概了解这里的情况了啊。到他们房间里面看一下，他说这个房子是有4层的，我们在外面看着好像是2大层，上去内部看一下。这个就是进来的正门，他这个房子呢，说是已经建了有100多年了吧，在他的手上呢，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改装，可能就这个上来的这个楼梯吧，稍微改装了一下。阿姨，上去转会儿了。没事。这个地方是一个餐厅，可能是偶尔有人来这个地方玩的时候呢，可以在这里临时煮饭吃一下。这边就是厨房，哇，这个洗脸的这个架子有些年头了，这得100多年了吧。这边，哇，好多的腊肉，然后
这边呢就是厨房了，这个厨房就正好顶在这个崖壁的这个前端哦。这边是侧边的一个小道上来，咱们走这边来，稍微看一下。这个栏杆上搭了2排的玉米啊，非常的漂亮。你像这儿做有这个栏杆，否则我也不敢再从这里走，因为下方就是很悬的这个崖壁，看一下。哇，这边还可以走到这个半崖上来。哇，站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，我就问你们怕不怕啊？他们居住的地方呢，就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崖壁的小道从这里走上来，这儿呢有一个平台，这里有一个洞口。他们的玉米收了之后呢，就把它挂在这个栏杆上，剩余的一些叶子呢，就背上来倒在这里。哇，这儿的环境那是相当的舒服，尤其看到一栋楼房在这里，边上还挂了几排的这个玉米棒子，看起来真的是烟火气息十足啊，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啊。这边2楼咱们上来看一下，这个跟我们大多数的农村一样，这个上面都是堆杂物的。哇，这边堆这么多玉米。这个地方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它是4层结构的房子，大概房间总的有5、6间吧。而且呢，已经修建了100多年，就是这个叔叔他的爷爷那辈儿就修建好了，4代人在这个崖壁下崖居了100多年。假如说让你在这里来居住一段时间，你愿不愿意呢？对，你们这个山上还有猴子啊？有啊，他们就抓在这一抹，有几多啊？总上别墅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啊。现在我在重庆的大山里，从上方村民的口中得知啊，这个峡谷深处啊，还住着一独户人家。今天咱们就准备去探访一下哈，听说要走1、2个小时啊，我就喜欢挑战这样的事情，走吧。这边呢，现在是一个大雾笼罩的状态啊，相当于现在我们是朝山下走，跟山脚到我这里的海拔落差有超过700、800米啊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又是一场硬仗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啊，都没多少人走啊，这个小路上呢，全部都是这个覆盖了青冈树叶啊，感觉今天又是在大山里待的一天了。看看这里的风景多漂亮，到处都是这种茂密的青冈树林。我们要去到的就是下面这个非常深的一个大峡谷里面，但是现在说实话，雾没有拆开，我也没什么方向感，只能说估摸着往下走吧。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往这边下了。哇，这一条小道呢，就是下边这一户人家上来的唯一的路道，因为整个大峡谷下面是封闭的一个状态，走下去的时候挺开心的，等一下爬上来的时候皮都要爬掉几层。我这个走着走着呢，还得看一下这个 GPS 的定位啊，因为没有这个方向感，今天又是大雾嘛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路的路影都不是很明显了，所以说住在里面的人呢也不怎么会出来啊。逐渐这个峡谷底的风光呢开始呈现出来啊，因为雾已经开始散开。你看我们现在的山顶上就是雾，我现在已经穿过了雾层，来到了这个峡谷底，不知道几时能够看到这户人家居住的地方啊。其实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宁愿走那种去的时候是上坡，回来的时候是下坡的路。你看这个往下走的时候是下坡，再返回来精疲力尽的时候走上坡，那是真的有点难受啊。看这个路弯来弯去，弯来弯去。
我来带大家看平时你们看不到的风光，但是我的这个腿脚啊，确实挺受累的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哇哇哇哇哇！看到这一户人家的位置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住在这个地方，我的个天哪！这地方离我这里最少还要走半个小时才能走得到啊！哇，我都有点打退堂鼓。看一下。就住在这个很深的这个峡谷内，你看我们刚才是从有雾的地方走下来的，我已经走了很远了，但是现在依然可能才得一半的路程吧。你看这户人家就一独户居住在这个峡谷底部，周边的土地也都在耕种，看一下，哇，这个地方太牛了，与世隔绝一般。你说下去吧又很累，不下去吧它又不是我的性格。那没办法呀，咱这个还是硬着头皮下去吧。为了给大家呈现一段其他人都没有看过的风景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我现在是往下坡走，都已经有点出汗了。等一下往上坡走的时候，咋整啊？咋整啊？哎呦，不过不用担心了。人家长期居住在这里都没事，我偶尔走一次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你们说是不是？哎呦！哇，朋友们，我真的是历尽千辛万苦啊！终于是走下来了，我现在的脚都是打闪闪的，因为一直是下坡，一直是这样走这种石壁路。我天哪，走下坡都这么累，等一下上坡怎么搞？哇，已经到这一户人家住的位置了，真的有人居住在这样的深山峡谷。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四周的一个环境，先来看一下这边。超级深的一个大峡谷，然后你看现在山上全部都是雾，对吧？就在这个峡谷底部这里啊，住着一家人。哇，今天运气好，看到这户人家没有？还炊烟袅袅的，有人在家啊，就证明我不虚此行啊，没有白来，大家说是吧？这个地方啊。真的是漂亮啊！哎，老娘，你吃饭没到？还没有啊？哎呦，我就从山上走起下来啊，看到你们下来，这下边有家人住啊，所以走起下来看耍哈儿来。看这个地方啷个来的话走这些路啊？哎呦，都走的都是农村的。哎，还做了那么多土地哈。不，我们那些是不种点土地不得了啊！你几个人在家里面啊？我这就是我一个人转在这儿啊。就是你一个人啊？啊，有一个娃娃，眼睛是个个儿，把眼睛到下到他个儿，今年他说出巫山去了。哦，带巫山去了。一个男的，我把脚去这儿，他就给我压断在也转在巫山整。哦。是调查过我的情况吗？是怎么吧？没有，我是来挑耍的啊，跑耍的。那我一天哪，往这些地方走，哪个人家啊？那没，他到处的路个昏暗的。哎，你们长期在这儿住都没得事的呀，我来走一下不要紧噻。走一下不要紧。这些路管一般的，哪个愿意走这个路啊？我还是走得多。走得多啊？我也是农村的了嘛。是什么地方的吗？啊？么的地方的？遵义的。你们家贵姓呢？姓李。姓李哈。哦，你好大年纪的？64的。64。哦，也不大嘛。年龄不顶大。反正现在就是你一家在这边住啊。都是你一个人来，我都你做那么多土地啊？就是我一个人住的。哦。哎，你们这儿平时去赶场了是赶哪里啊？关阳啊。赶关阳。要2-3个小时才去得到哈。
那你要走啊，这个公路上碰得到车呀、那碰不到车的话，过程走的话要半天走啊。要走半天，要走5、6个小时啊。啊，哦，也不容易啊哈。胃里有2个猪儿，猪儿那你胃里有牛没得啊？没得没得。你没有，那你没有问牛，你这个土啷个蒸出的啊？我过程挖呀，个人挖呀。用锄头挖，啊这一土全是你用锄头挖的，啊，那你这个工程量不是太大了吗？那我这咋没得挖呀？可以买个那个，买个旋耕机也不行，你不得行。那我不得行，我这个坡陡很窄，那个你也不行嘛。你不应该喂个牛吗？喂个牛吗？它不是根气松活的。我这是爱上抖音呢，我在哪里地方晃啊？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呢？我原来就是这儿的人原来就是这儿的人。啊。哦，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还是木料做的房子，还有土墙。哦，这边这个都是土墙哈。啊，还不错嘛。坐啊坐啊坐。哇，真的还全部都是土墙。我等于这个房子已经是做好了100多年了哈。啊，你家几个人呢3个人呢。 ？3个人。我一没得哪个出门打工儿，没得个么的。哦，就是哪3个人呢？就是你们老的两夫妻，有个娃儿是吧？一个娃娃，他个打跟头把这个眼睛给我打瞎了。他又说的，一做么的不得行，一做么的这边这只眼睛他个不看见了，结果他说的扯到这边这只眼睛，他说的扯了也不看见。等于你们老公也是脚杆遭整了嘞？脚他个去这儿，他去这个长这儿，他个石头压断了噻。石头压断嘞。嗯。然后儿子呢，又眼睛又遭整。儿子眼睛本来打瞎几年打。哦，恼火哎，有点哈。那不是恼火的人嘛？那你们家现在靠啷个收入呀？我有个么的收入啊？没得个么的收入，我这地现在又不出个么的药草，再毒活这些子不得行。那你种些啷个东西啊？这就是种一点洋芋和包谷啊。就种洋芋和包谷。我这种点包谷、洋芋这些子又值不到钱。这边这些土也都是你自己挖的？那还是我挖的。我天，你挖这个土挖了好多时间哦。要几个月挖呀？挖这个土地要几个月？你也戳的挖肯定要挖好久啊！我看那么多土地。我一个人没得他2个多月，我挖不出来。花了2个多月。我天哪！那你还不多喂点鸡啊？牲口很大，喂不上枪。有牲口喂不上枪。有牲口喂不上枪。哦，有山上的野货，有些啷个东西啊，他要来整哈。他来拖鸡噻。哦。网上那么多，他给我拖完噻。就网上8、9个鸡子上10个，他给我拖完噻。那个应该是山上的野猫哈。你晓得是些么的牲口啊？我的天呐，你真的这些不是那么多腊肉啊？我这个今年2年了，我过点猪都没得啊！我人不嫌事，为打我多大混着死。2年了都没喂过年猪，然后正好去年就为了大杀2个。去年子就喂了2个，就喂了那个2个。那你这2个猪杀不但了大呀，我看这个真的不但了大，你这主要100至400斤一个哦。这个是我感觉都有5、600斤了哦，这个猪弄个长叶刀架这个肉啊，好厚嘛这个肉，看这个那么厚，又长，咦，就是你家这2个猪嘛，可能都要卖不少钱嘛。我这哪个要呗？我这喂的猪都没得哪个要。他凑男的来背，他凑男的来弄，就男的来整哈。那我就整杀到个人吃了。咦，有好多人喜欢这种腊肉哟。朋友们，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腊肉，真的是不得了啊！我感觉这个猪有400、500斤，是2个猪杀的这个腊肉。这边这个腿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腿都这么大。
这个腊肉是大家从来没有见过的吧？400-500斤的这个大肥猪，我感觉这个猪反正最少有400-500斤。这个腊肉这么长，等于去年2个猪还是可以哈。2个猪可能2个猪还要得700-800斤，2个猪。哦，那2个猪有700-800斤还是有。有700-800斤哈。你是真的辛苦，你看挖那么多地，挖2个月的时间，太不得了了。他们又身体不好哈，你也没得办法帮得到你的。那他们这那他一哈，哪怕说组合，那不得行。这个就是大门哈，那包裹都是挂在这个两头的，看起真的很好看的。走路也到那吃不吃这个橘子吧？不吃，谢谢。这个。我们这个事我们又没烧开水。哦，不吃，谢谢。哎，那我吃一个嘛，好吧，吃一个。你这个去买这个橘子来都要拿得背。完全是关阳人拿来的。关阳还是买起来的。我在这坐哈嘛，你不是腿个子走算着嘞。不要紧。你好把银两都不啷个出来去哦。我不啦。到外头去啊。我这几年我不行，我又坐不得车。我又晕车。一走的，像这些山上的猴子，像你种的庄稼，它要来害你。等于你们这个山上还有猴子啊？有啊，他们就抓在这一抹，有几多啊？总上100数。上100数的猴子啊？就在这个山上。那你这个庄稼种的也恼火啊，一步都走不到。那你是包裹嘛？你这些出来了，你硬是眨不得下眼睛了。你在屋里煮着饭，他就来给你吃了，有那个瓜头。你把饭煮起，他才来跟你抢嘞。你在屋里煮饭的话，他就来抢包裹吃。就来你地里面抢你的包裹吃啊？有那个。有那么多猴子啊？有几多啊？硬是满到处。那你这个应该搬走啊！你看这儿猴子不是太多啊，你种庄稼也种不到啊。然后我搬起走，我钱呢？电脑在跟那个么样，就是他们那个脚打的，到处就是借的。我这儿有钱呢，我搬起走。那你这个是一步都走不了啊！那不是一步都走不了的。那你屋里你这儿好子好，那你随便哪个你离不得人呢？再后来也有哪一个人走的？一说他有可能跑到你家里面来呀，猴子啊！那你们哪个在屋里，你那个地板就满到处他都来呀？就是房子到处都爬起来。这个才有点恼火哦。那不是恼火的那个。你哪个时候看得到啊？哎呀，那他香港就在那个东门口啊，这一会儿他没领的啊。这一天他上那高头去了。上高头去了啊？他主要就在这一片。那他就是这个山上，他们嘛这没得好多人户的，他没得好多么的吃的，他就给我专炸这个山上嘞。我去年子我只在屋里煮完顿饭，他就把那一个瓶的他就给我捞完的。就给你捞完了那么快？他有那个快，他多噻。哦，对，他这一群的。他有多，他一夏天的，他有个我的名堂嘛，他就混着搬包裹如果是出来的，就搬到坑一这了；如果是包裹没得好多米的话，他就搬到混着水，他就混着不给你搬的。气人哈！就是那个。哎呀，你这个才真的恼火，种点包裹还天天收到钱，好吧，晚上都不得瞌睡睡哦。晚上他不来，晚上有野猪。哦，晚上有野猪，白天有猴子。你这个猴子晚些的他不来，晚上你没得庄稼出来了，又有野猪。你住在这儿是真的恼火，住些庄稼都是跟他们住一半可能要。那呀，那你不收啊？那你只够跟他们种的，那你个人也收不到那么的。你出去过没得？出去过？我没去过。无锡去过没得？没有。无锡县都没去过。我们在专屋的事都没卡。就在屋里从来没出去过。没出去过。你也姓李吗？我就是姓李。我的上人他没这个儿子过在这，我一个哥哥在这个对门过10隔的，我们在屋里照的，我跟他妈住的。哦，等于是你的老伴是上门的是吧？对的。哦。就是你们姓李，那你们老伴是哪里的人呢？就是那个上头的。都是上面的哈。姓马。哦，那你们家几姊妹啊？就你一个啊？我
了3姊妹。3姊妹。 3姊妹。2个姐姐。2个姐姐，2个姐姐都是在外地吗2个姐姐有一个在外头那个长草西草那儿住，有一个在大厂新村过。你们是3姊妹，然后你在这里守家，然后招了一个上门的这个老板到这里面来，是这样。当时你为啷个不想到出去啊？那个时候老人住在这儿噻，那我出去哪么子嘛？那出去了，老人住在这儿，那你哪个的行嘛？哦，等于那个时候你是为了照顾家里面的老人，然后你留在这儿的，3姊妹就等你一个人留在这儿。那我一个人最小些嘛。你最小反而留在这儿的。我最小的嘛，那时候一个哥哥他给我死噻，12个死噻，在阴坡给我打死噻。那我不转屋里没得话嘛，老人没得个指望嘛。姐姐他们那时候都给我嫁出去了吧？哦，等于说那个时候是，他们2姊妹都已经嫁出去了。他们给我嫁出去了噻。都等你一个人还没有出嫁，然后又没得办法在屋头要，正好在这个时候他哥哥又过世了，就你留下来在屋头照顾父母了哈。你这个你也是付出了好多为这个家里面哈，也是辛苦。等于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说一直都在家里面，从来没出过门。这个阿姨呢，挺让人敬佩的。她是他们家的老幺啊，有2个姐姐，有1个哥哥。2个姐姐呢，老早就已经出嫁了，然后哥哥呢又意外身亡，所以说呢，就不得不把这个家庭的重担呢掉在了他身上，所以他也没有远嫁，就在家里呢招了一个上门的女婿，就在家里把这个老人呢伺候归天，所以呢，整个人的一生基本上都没有出过大山，包括现在也是一直在这个山里面待着。刚刚跟你们说的情况你们也了解了，他要在这里跟天斗，跟地斗，跟山上的野货斗。说实话啊，还真是挺艰难的。我到下面来探访一下呀，我现在这个心情也是比较沉重的，千言万语呢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好吧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。朋友们，现在我在重庆酉阳的大山里啊。今天我们要到这个崖壁上去探访几户几乎与世隔绝的人家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来这里很不方便，需要从铜仁沿河县的码头坐船1个小时到我下方这里，然后呢再步行上去啊。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是一个无人踏足的净土，我也是来了2、3次都没有找准位置，没有上去。今天不会错了，现在咱们要赶紧上去探访一下就下来，因为我只有1个小时多的时间，要不然的话我就要在这里过夜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风景非常漂亮，这个下面就是乌江，上面都是很高的崖壁，很漂亮。我的这边也是崖壁，我们现在等于说要从这里垂直着爬坡，爬到这个崖壁上面。哇，赶紧走啊！这个路相当的难走，基本上是这种笔直的爬坡。我们之前来从无人机的视角呢，发现上面还有4户人家啊。看看这个路啊，这正儿八经的是茶马古道。
我小看这个地方了，我以为是20分钟可以走上来，结果还是不止。你看，从这走到深谷去，还要从那个崖壁角走到那个地方，然后再攀爬上去。因为我之前飞无人机就看到过这一条路线了，哇，好累啊！而且我还得加快脚步，因为我的时间有限呐，朋友们。这种赶时间的步行啊，真是挺坑的，又是爬坡，走一会儿就把我累得不行。哎呀，这个地方大家说环境漂不漂亮？这一路上来都是这样的竹林，真是太美了，有那种绿野仙踪的那种感觉啊！这边这里砌了一些石坎啊，这个都是很古老的这种石墙了。我感觉可能在远古的时期啊，这个槽子里面有可能都有住人。现在水沟是没有水的，再走这个石梯步道，继续的向这个崖壁上穿行。好热又好累，朋友们，我把那个里面的内里衣服都给脱了，这不脱太难受了，累的那叫一个累啊！这么美的风景，只有咱们步行在大山里面才能看得到啊！哇，好累！怎么这么难走啊？我能不能走到啊？关键是我担心我下来的时候，他们这个小道跟崖壁栈道有什么区别？就顺着这个崖壁向上爬。哎呦，我天！我从下面爬上来的，兄弟们，我真的不行了，爬不动了。不跟你们开玩笑的，我现在满身都是汗水。你说他们长期居住在sơn门，这个出山一趟啊，真是不容易。更重要的是，要去背点肥料回来种地的话，这怎么搞？哎呦！到了平一点的地方了，是不是要到了？这边到处都是竹子啊，朋友们，风景真的非常漂亮。哇哇哇！已经到他们种的土地了，我的天哪，总算是爬上来了。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啊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我们从无人机的视角来看呢，这个地方有2户人家，然后这里是一片非常美的土地，看那个花也开了，这上面风景真漂亮。然后还有2户人家的住在那边啊，那边咱们就去不了了，因为时间紧迫，只能到这2户人家这里去探秘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我天呐，养了2个狗，我这有点害怕呀。搬高吧。会不会咬啊？你这么友善，我都担心你会不会后面搞我一口。过来过来。哎，我怕你。
你看这个小黑狗这么友善，那个家伙呢又凶的，我都害怕它。嘿，别吓我，别吓我。看一下他们这里啊，这环境真的很漂亮啊，但怎么感觉好像没有人在家呀？不会吧？不会这么不凑巧吧？人呢？我们看一下这里，是吧？这里是2户人家都有人在家的，那边还养了好多的鸡。你们看，这边是牛栏猪圈，它这个猪圈上面还用这个沙树皮来盖的，特别古朴。那边是茅草，啊，这2家都有人居住，那边也有养鸡，这边也有2只狗，也有养鸡。然后整个这个房屋周边的这个土地啊，打理得非常的干净哦。趁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们赶紧往那边2户去看一下，能不能碰到人。这家我们没有看到有人在家啊。我看一下时间，现在是10点50，我12点钟就必须到河边赶船。相当于我这个上面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了解一下，所以我要加快脚步。你们看这里的风景好漂亮嘛，这个天呀多么的蓝。这个是梅花吗？花也开了，很漂亮。这儿简直就是一方净土。你看，尤其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我们奔流不息的乌江。大家看他们这里，就是不管是身后还是这个屋前还是左右，都是被悬崖峭壁所包裹着的。你们看这个路啊，从下方上来的路反而是走的人很少，他们这个4户人家相互串门的这个路啊，反而是走的比较频繁。你看看，希望这边有人在家吧。那没人在家的话就好尴尬呀。吃饭没到，老人家？吃饭没到？我说你吃饭了没得啊？我这知道不了。我说你，我说你吃饭了没得？我吃了。吃了哈。你吃了不了？我啊，我这不是走起上来耍呀。你哪是啊？我来玩了。听不到个。来耍呀。来耍呀？啊。那你们吃饭了？吃了。你好大年纪了？80了。你80岁了？啊。你们这个上边有几家人啊？这几家人啊？啊。都在有3家，后面有一家。4家。你贵姓啊？我贵姓徐啊。姓徐。这个老人家他耳朵不是很好吧？我跟他有点不太好聊。我们注意看一下他们，我们就是看一下他们这里这个环境非常好，他们把这个地搞得很干净。你们看看，这个路上，这个小路上草都全部搞掉的。然后上面这里还有一家房子，这里呢是住的一个30、10岁的人。我真的没有时间去了，我要马上下去赶船，只能仓促一点。你看这2个老人家住在这里哈，他们把这个房屋打扫的好干净啊，大家看一下，非常非常的干净，还养了一个小狗。我们找这个老人家聊2句。啊？就走这上面啊？就走这上面。认不得哈。你们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？从小有的在。这个老人家他耳朵不是很好哈。他不大听你。他说的你们小孩都在沿河买的房子哈。你们这点的话是只能下河去坐船哈。坐船哟，赶后天噻，走不去了，懒得走。就是走路了走不出去嘞。只能下河去。走你咋走？后天要走几个钟头，要走4个钟头。等于从这个山上走过去要走4个钟头。那现在肯定不走了噻。前天去赶1天长，走脚路痛啊。是啊，那现在等于说就要走路在河沟去坐船哈。还挺难走的，走哪儿都哈。那你们是不容易出去哦。拿个证儿出来噻，那说。不用，我站哈就要走，我要下去赶船。
你没起船了？我撤了，我要下去赶船。没起船500转，不起，我要下去赶船，我要赶船走。赶哪了嘛？我要走烟火。走月火。啊。哦，你要底下上来的？啊。哦，我说你拿船扣了。对，你看到船靠的啊？哎，我听到起扣了，我说生气了，是吧？我赶船去了。我说我们咋骂到人呀？赶紧上坡了，我说噻。哦。我把它煮点钱。不煮，你们是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哈？在这住了好多年了，种的。从小就在打我噻。这个是第二项，他是姓徐啊，我姓田。姓田。总共现在只有4家人。现在这赶紧搬呀了嘛，赶紧搬到月河去了。都搬到元河去了哈。全部搬到月河。假如你种地要肥料，路是走底下背上来呀？走下面背上来。背起来恼火。呀，小你先回来吧，就把我们背来啊。哦。小孩先回来，然后。你们两个不去跟他们一起住啊？难去了。不去啊，刚不惯噻。不习惯。不习惯，我咋惯做去？光是做点菜呀，俺要乱摆呀去。一起有好些钱没哇？还是这上面住的好哈。主要是1月3日老兵不惯噻。嘛大人啷个上给解药不方便上去嘎。就是山里面解药不方便哈。就是啥的不方便，不管是财水哪样都方便。水也是有的哈。有哦，用不完哦。之前的祖先是哪个时候搬到这儿来的？你们晓得吧？不晓得。都不晓得。反正住的时间比较长了。进来煮点钱瞧。我不饿。我开水。水我也自己带的有。我主要是我跟你讲嘛哈。我主要是我12点钟我要下去赶船。我在这里就不能耽误很长时间。所以就在这里跟你们聊会儿天都行嘞。你意思但你这点心情好哦。心情好。是了，但是点心情好。因为我晓得你们这上面有几家人。所以说我就专门上来耍。我这里还带点东西，我拿给你们。哪样东西啊？酒。绿饭。你把那去吃贵。我带起来了嘞。这个是我们贵州的酒。我是贵州的。贵州的。我是。那要不啊，你让我去抢。我带起来我因为带其他东西我不好带，我又带2瓶酒嘛。你放心嘛，有人来嘛，你还可以喝啊，个人，是不是？哪个你这个心情要去？我说煮点起呀去。不。又没得哪起法。我就耍哈儿就行了。假如说我以后有时间要上来在这住一晚上，那我就好方便啊。我们哪个走路带人家？我看你们2个老人家好干净哦。你看这个门前这些上面全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干净很。真的啊。老了，一个不爱住了，到时候抢哪样噶？哎呀，你们就是好好的休息下就行嘞，有小的拿给你吃了嘛。是不是嘛？我现在他管要讲他的了嘛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环境啊，特别的漂亮。就是这个老人家跟我说，他这些地方以前都是房子啊，都是地基，但是后来这个走掉了啊。你看那边还拆有一些这个木板，那堆了一堆在那里。然后这里是一户人家，然后这里呢是他们2个老人家住啊。这边呢现在是2户人家，我刚刚过来那个地方呢也是2户人家。老人家，我走了。你这个是啷嘛？我不要！你二百看拽到，追，不要！我不喝饮料，我喝水，你们留就喝就行了。我走了。意思不，我下会儿再来耍。走了。我不喝饮料，我要喝水。那我走了，老人家我赶紧走嘞。谢谢你啊。客气。我下次要来在你们这儿住一晚上。假如下次有机会来的话。要的。那我走了，老人家。慢走啊。好，拜拜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现在呢，我要到江边去赶船了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就跟大家拍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哎呦。
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在贵州的大山里，看一下我身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峡谷。这个下边呢是有一个村庄，但是目前是整村搬掉了，但是还有一户人家呢留守在这个大山深处。我们今天呢准备下去探访一下。我呢是从这个顺山走过来的，走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已经走了半个小时。那么等于说现在我是需要再顺着这个小道一直走到这个峡谷底。我们现在就是只有这一条小道可以下山去，其他都没有路了，因为都是悬崖峭壁，还有森林。俗话说呀，上山容易下山难。现在我下来倒是挺容易的，等会儿上去可能就比较难一点。有朋友说呀，不得不佩服中国的电力，那是真的厉害。不管是高山险阻、悬崖峭壁，我们的电都是绝对畅通的。这些路上跟崖壁有啥区别呀？这走路都得小心。哎呦，哇，走到这里之后豁然开朗。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峡谷底部，哇，太漂亮了！那么多的田地，那边那些房子全部拆掉了，然后只有这儿有一个房子，可能就是留守在这里的这户人家吧。我们下去看一下哈，感觉这个下面风景非常的漂亮，又是悬崖峭壁，又有河流，又有河边那么大片的平缓的土地。虽然看着近在咫尺啊，但我们走下去可能是还得好长一会儿时间。哇，养的有狗，吓人哦，这么远都听到声音了。你看它这个下边是喂有羊的，所以呢这个进去的路啊都有用这个门挡着。那怎么过去啊？哦，这个地方啊，它是拴着的。我们先过去，然后还是依然跟它拴着啊。天哪，这个路是真的陡，走在这里都非常小心，要不然你这一滚的话，就直接滚到沟底了。哇，在上面不知道啊，走下来之后才发现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啊！我是从这个山上悬崖峭壁上慢慢下来的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啊，它那儿有一个水潭，几边都是悬崖峭壁，这个就是一个峡谷的尽头。这儿有没有像那个小龙女跌入这个绝情谷的那种感觉啊？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几边都是悬崖峭壁，这个峡谷底一点信号都没有。我大老远的就听到好几个狗在叫，我天，我都不敢走。哎呦，先找一个棍子，没个棍子拿着，我的个天哪，你绝对是不敢靠近的，太恐怖了。2个是没有问题，我就怕3个以上，3个以上的话，一个人就招架不住了。2个我是可以招架的。我跟大家说，这个大山里的路就是望山跑石嘛。我们在上面的时候，其实看着这户人家离我们挺近，对吧？但是走下来，你会发现弯弯绕绕的，要走好一阵。这地方你们看一下美不美嘛？就像一幅画卷，哈。还养一蜂。3个狗，我的个天！有个老人家在的，喂了2个多狗啊！喂2个多狗，还咬人不？不怕？
坐。我怕他咬人嘞。没人来我都又麻烦哈。就凶得很是吧？哦，走。走。哎呀，你还醒了那么多老嘴？你那么多个？你干那么多啊？你养个人在那个菜地。哎，现在这下面就等你们一家人啊？啊。你们这下面以前有好多人呐？下面啊？啊。下面没跟我们这全部搬出去的。我们全部搬出去。哦。等于你们也是搬出去了的？我们只是搬出去了，我们只搬出去，我们个娃儿手头的，在外面头跑啊，让他做个事啊，让他是为他生活。哦，等于你们这下面全部都是搬出去的，只是你们回来在这里喂羊子哈。啊。哦。这下面以前总共有好多家人呐？我以前总的好像才得15、16家人。总的有15、16家？啊，总的好像15、16家。全部都搬出去的？搬出去的。房子也基本上没得了哈。房子拆这么久，房子拆了上面拆了。拆了哈。你们这儿姓哪个？我们姓我婆家姓杨，我娘家姓狄，我姓狄。哦。在这里养了好多年了呀？没有，6、7年了吧？几年时间才？2、3年。我看你那边好像还有个32天，你没得路的啷个骑下来回的？下山都要摆的。台阶下摆的？下山全部下山了这条装的。哦。那你冬天的话，羊子要抽去卖些呗？冬天才不是开得出去的。都是开得出去的哈。开得出去的，做羊这个开得出去的。这冬天那留得不啷行。那这点还可以。看来你都是走南闯北的，老早就走广州去了。那没办法，那个这广州人他们还要带人呐。你不是才58岁吗？你7、8年前就在广州跟他们带人的呀？啊。那你娃儿不是20岁就结婚了？他是20岁结婚了。哦。他今年我们为了他跟我老公都耍了，他耍得早了。哦。我们个孙女今年8岁的嘎。孙女都8岁了。啊，今年8岁了，我们52岁的。你家几个呢？我5个了。5个小的。啊。哇，怪不得要凑个。3个姑娘。2个儿子3个姑娘。你们那个时候的负担还重啊，因为15个家了嘛。我们碳要把你不相信，我们时候的碳吃基本都吃不起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大哥娃呢，才14岁的到广州。到广州去的时间，等于他是重要去的，他爸都没去，我跟他去。等于我们有个妹在广州，他跟我谈，他说二嫂，他说我听他说，周姐在不是给我签名中啊，我老婆讲啊，在那个跑家他说把老婆都下班都不得了的。他说你放心嘛，等他走起来嘛，那只嘛我们那到活了住嘛。我说你过点妹家肯定到那里靠回去吧哈。后来我就谈我说对，我说你明天店里这东西你要去嘛，你那水没做啊，4年级书都没做鬼啊。他说到广州去上我又没钱的哈，他妈妈让你让嘛给我寄钱嘛，他就让我做了，他你给我寄300块钱就行。他想嘛，这300块钱那我们100块钱的我都100块钱的我都他再200块钱的一句。现在我他那压对，我是压对去了，我都跟我小孩打主意。好人过到那说的100块钱，我拿他再200块钱。走了广州，第1年他就要洗在个脚上就洗脚趾，他那20块钱一天嘛是啷日了，都做了几个月，这几个月他不想做，他都跟他明天谈，他明天我不想那个厂做了我跟你说嘛，那个厂我那20块钱天来他是说。到的时候包吃嘛，他说这个反正1天了以上啥子身上就是10万块就是打起来。就是大那个儿子出去打工是吧？最大个才14岁都出去打工。就等于他出去打工了之后赚到钱，给你弄了1万块钱转来。然后你才在外头把这些肥料啊、牛啊这些整起来，才把庄稼做好。我们这个家是我们儿子搞去个人这家，我们家是我儿子搞。占得大那个儿子哈。其实没得大的广州给他交钱啊，但是我们那把家里去个机油了，而且我们吃起饭吃不起，娃儿都多年就不敢大做点事的话送给大人穿，送给娃儿穿，就像那个，反正说哪里有人酒去了，你干点小么事情就送给人去了，不要小人就跑到7、8个人去送，他就吃一个酒，就送了吧。哎，以前的日子都恼火。
我说以前的日子都恼火啊，啊，现在好了噻。村里面来呀，这给我们送的一双背条，那里有几百块钱。村里面给我们送背条，也是给我们送牙签那些那我们拿。而且那个钱包的出去，就当你一个真的情况，你恼火得很。现在好了嘛？现在好嘛，我年纪近了，也年轻时候年纪近了。你年纪又不大，58岁，年纪不大现在。老二呢？老二给他广州了。在广州哈。姑娘都嫁了噻。姑娘嫁2个了，我老师给妈供我选了个云南籍的，在云南。哦。还有个幺姑娘。幺姑娘在哪里干了啊？幺姑娘在许阳上班了。在许阳上班。幺姑娘好大了？有20岁没了？20岁嘞。20岁哈。满了20嘞。哦，阿弟啊，都是你们喂的牛？全部都是哈。全部是。哎，你鸭子留在这儿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走了，不要咬我哈。过去。你自己们。还是怕哈。很怕了。你怕的，我来怕的，把你只能给我手，我是没办法的，真的。哦，你这个车就是下山了从山上背下来。下山弄下的。你们这个真的就是自己挖的了嘛？我们自己是都往下河过去了，挖下河的，好不好？挖下河都挖好多时间了。没得挖好多时间了，几天挖下河，反正就是。你没得挖挖机进来噻，手工挖呀？我们是来挖了。挖挖机吗？挖挖机从哪开进来吧？哦，喂的样子就是那种。这个下面也是关节样子的哈。那我上去了，打扰你了。不吃了，我上去了。你这个在外面站起，万一弄个几个狗也担心。下去逛耍了一圈了，现在我开始返程爬坡了。这个下边的环境真的是非常漂亮。以前是15、16家人在整个峡谷里面，但是他们从10几年开始到7、8年前呢，全部整个都搬迁完了。这个阿姨他们家呢是又返回来，在这个地方搞养殖的。这个阿姨呢提到了她的大儿子，对于她的大儿子呢，她是赞不绝口的，因为她整个家庭的状况是她大儿子来改变的。以前都是吃不饱穿不暖，她大儿子14岁的时候呢，就想着出去打工。当时去打工的路费呢，还是这个阿姨去跟他借的，去借了300块钱。本来是都给他的，但是他想到家庭困难，又留了100块钱在家里面，自己带了200块钱下广东，去那边打工2、3年的时间，存了1万块钱，然后把这1万块钱呢寄到家里来。这个阿姨他们呢才开始去买一些羊，买一些肥料来把这个庄稼种好，所以才慢慢的改变了这个家庭的窘境。大家是不是觉得挺佩服他大儿子的？当时去那边几百块钱一个月，2、3年可以存1万块钱，对吧？挺厉害的。但是呢，也因为打工把手给弄了，前几年呢才返回到这个深山里面来搞养殖养羊。我相信阿姨的儿子呢是成千上万从农村出去的年轻人的一个缩影，大家都在不断的努力奋斗创造和改变自己窘迫的人生。虽然农村出去的起点低吧，但是我相信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不断的去改变和创造，会得到大家所想要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我在贵州绥阳县的大山里，有没有看到我身后大片的这个土地都是荒废的？这个峡谷下面还有一整坝的那个田也是丢荒的。那么我是从前方这里开车到这个山路过来的，前方这儿呢公路就到头，而且我开过来这一路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无人村啊，路上3、4公里的这个路程啊，东一家西一户的房子都是没人居住的。我不知道是整体搬迁呢还是什么原因啊，反正整个就是一个无人村的一个状态啊。我回头给你们拍一拍看看啊。其实这个无人村是通路的，只是这个路比较窄啊，只有3米宽的路，所以开车要特别的小心。
这些地呢，基本上都是近2年荒废的。这边这个上面有好几栋的房子，咱就不去看了。就这条路往前面走呢，我们用从飞机的镜头看了一下啊，这边还不错，所以到这上面去看一下。你们看这个路啊，你是不是胆子小也不太敢开啊？因为它这个路只有3米啊，刚好这个车能过。啊，有个车来的话，你都不知道倒车倒多远。你看这个前方啊，这个非常的舒服，这个地方山又大，反正这里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无人村的状态哦。啊，好多的房子都是坏掉了啊，没人住了。因为这里啊是一个延绵几公里的大型无人村，它的山上呢也东一家西一户的有，我只看到这里这一片呢是一整片的这个住户啊，所以我把车开到这里来，然后带你们到这一片看一下。你看看这里所有的地都是荒的，包括我停车的后山，这些所有的都是土地啊，以前都荒掉了。然后车子呢只能开到我站的这个位置。那么来看一下，这里就是第一家住户了，车子呢就只能开到他这个房子的位置啊。这个房子看着还不错，是吧？年久失修呢，我估计也支撑不了多久了啊，最多在这个地方2、3年呢，我估计就会倒塌。这房子挺大的哦，来看一下，挺大的。它这个因为外边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厨房啊，厢房吧。我们继续往上边走。然后这个地方的视野真的是非常的开阔啊，可以看到对面。这真的是一个无人村啊，不开玩笑。然后看看这个房子，这房子就不用看了，这个房子基本上已经废了啊，没什么好看的了。感觉现在这边电都可能不通了。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道再往上去，因为刚刚我们从这个空中的视角来看呢，这上面还有好几户啊，感觉这个路也没啥人走了。其实以前的这个村子里面，他们相互之间的这个串户路啊，都是这种石梯来铺的，其实还挺不错的，是吧？大家看这个房子还比较大，两边有这个牛栏猪圈，中间呢是人住的地方，这个布局还不错。然后院坝呢，这些瓦片到处都是，也是没人居住的。我看那地方还挂有一些衣服啊，是不是偶尔会回来？但是看这个模样呢，是没什么人居住的。然后你看这个正前方这里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居住还可以哦。看一下，感觉走到这儿都特别亮堂，是吧？然后正前方呢，就是这片竹林有点挡，把这竹林给它咔掉的话，就看着视野非常的开阔。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还能上去，上面还有人家。这边呢是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无人村，它有东一家西一户的都隐藏在这个大山之中，只有这里呢是连着有好几户的人家，可能有10户吧。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有些房屋的周边呢有种一点地，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个地方呢公路通到这里了，村民回来也比较方便。那在自己的院子里面种点菜呢，也省得在街上去买，对吧？这样呢也可以省一些钱嘛。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，大山里的无人村呢，它会越来越多。山里呢，可能就剩下最后一批70、80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在留守。真的，再过1、20年，我们再走进大山呢，会发现到处都是这样的无人村庄。这可能是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的一种现象哈，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朋友们，假如说是这样的无人村啊，让你们免费来住，有多少人敢来这里居住的？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啊，看看你胆子有多大。
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在重庆的大山里，这个地方啊，有一条这个石梯的步道下山去，估计下边是有人居住啊。我们下去探访一下。这个下山的路全部是这种石梯。我是从这个山上走下来的，这个石梯呢一直坐到这个地方。这边种有一些这个桂花树吧。你这是种的洋芋啊？哦，远喽！哎，洋芋都长那么深喽。你这个是中间还要套种东西是吧？中间种包谷啊？哦，中间就采不得哈。这点留在你的家人呢？哦。抽不抽烟？我不抽，谢谢。我都还没给你装烟，我不抽。我看到二人有条路下来呀，我就走下来看哈。他那个路是，他那个石梯是走哪儿去了哇？这就下那个点河堤嘛。就下河。啊，是旅游区吗？旅游区嘛，对吧？那现在没人的？现在就是说个人不搞了嘛。不搞了，废了。啊，他们把搞的人都给儿调北地城去了。咦，我看你们那个房子都还是土墙啊。这儿这没在这儿住。哦，没在这儿住。哦，等于在这儿种点田。就在这儿种田哈。房子买呀，高头新农村的。新农镇的嘛。哦。屋买高头的，我们在这儿种点田，没管它，就是弄个屋建它。房子啊，都几百年了。几百年了。是几百年了哈。没得时间陪你玩哈。啊，没得事，我就在这边耍，你忙你的活儿，忙活儿才重要。这个地方这一块石头感觉有讲究啊！你看这一片，一整块石头，这边就是这个房子。这房子里面住的人呢都搬走了，他们现在是下来在这个地方种地。这个地形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下边是一道河，而且这个河谷还比较深。他们的这个旅游步道，看一看哈，我是从那个地方走下来的。那个石梯呢，从这里下来就到这个河沟里边，然后再通过这个河流转过去。从这边过去呢，那边上去就是新农镇啊。这户人家呢，这里这个房子呢，它就是居住在这个山包的下方，而且这里有一整片的这个平地啊，位置非常的险要啊。下边有河流隔断，后面呢又是大山，你们看一下这个来龙，对吧？这个山从那边过来，然后正好到这里断开，这里有一个房子，然后下方呢就是河流围住。有没有感觉这个地形非常的牛啊，朋友们？这里这一个石头，从那边走过来呢，就感觉是一块石头，但是从我现在站的这个视角来看，有没有像一只龙爪手？这个地形真的是有讲究啊！不知道在这里居住的以前的人啊，是不是在朝中有当官啊？然后对面的山形是这样的。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垭口，而这个房子居住在这里呢，它正好可以通过这个垭口可以看出去。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房子啊，都是土墙。这个房子呢，至今呢已经是200-300年的历史了吧？刚刚那个大哥说的。有很多朋友啊，可能不太清楚这个土墙是怎么做的，给大家来看一下。这个土墙中间还加有这个木板。
实际上呢，它是两边用这个木板给它关起来，做成一个木板的盒子，然后把这个泥巴加上水放进去，用这个木锤子一锤一锤的给它夯实，然后呢，这样子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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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往上递增，这样把这个土墙筑起来的。这个呢也讲究很好的这个技术啊，技术不好的基本上你筑不了这么高的墙。有的筑到一半可能就倒掉了，所以说它这个技术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。我们上来看一下。哎，娘，吃饭没到？吃饭的。哦，你要去种地是吧？哎，种地。哦，那你去种地吧，我看一下。哎，你看一下嘛。还没吃饭呢。啊？还没吃饭呢。我吃了的，在上面吃了早餐的。吃了早餐的。啊，你去忙你的，你们要干活。我在这边看哈。小弟，你是哪儿的？我啊，我是贵州的。州的。啊。哎，贵州还有点远哈。远。都懂，差不多都懂。他少数民族你又听不懂嘛？少数民族听不懂，汉族的说话都听得懂。哎，好。看这里这个土墙。竟然张开了这么多的口子，它依然是没有偏差的，所以厉害啊！以前的这种特别古老的这个工艺确实厉害啊！你看这些缝隙这么大了，但它的墙体依然是非常非常的直。你这里看到好多老古董啊，这还挂了一个算盘放在这里。这个房子是后来做的，但是这个房子呢，也都应该是超过100年了。看到这些土墙啊，不知道大家第一想到的什么？我第一想到的就是这户人家肯定是大户人家哈，在以前的话。那么看这个地方竟然是住的2层啊，下面还有地下1层，都是土墙，可能是下面放一些贵重的东西。啊，上边呢住人，对吧？这个房屋真的是令我太佩服了，全部是这个木料和篱笆，竟然把这个房屋建到了3层，特别是它的墙体啊，全部是这个篱笆来夯实上去的土墙。3层的这个土墙房，竟然在这个地方屹立几百年不倒。看到这些墙壁上的缝隙啊，也能够感受到几百年的沧桑，但是它的墙体依然没有变形，这可能比现在的很多砖瓦结构的房屋的质量还要好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太牛了啊！然后还做了这个什么阳台，对吧？2楼和3楼它还做了这个阳台，可以说这是我拍视频几年来遇到的最牛的房子了。哦，100年前这个地方还开过店，我就说这个地方好嘛。100年前这个地方是茶马古道，也就是说来往经商的人、过路的人都要经过这里。100年前在这个房子里面就开过店，是什么概念？而且很有可能在100-200年。这一座房子里面居住的人是有当那种大职的人存在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哈，我还要爬石梯上去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